胡萝卜、洋葱切厚片，加上卷心菜和芦笋一起在平底锅里煎，过程中加几根香草提味。这是2位50多岁单身女性的晚饭，搭配米饭和热腾腾的味增汤，饭菜既温馨又健康。有了这些，我就觉得能好好生活。你这话夸张了，才不是呢，感觉美味在身体里散开。煎过的洋葱真甜，再搭配自制腌黄瓜，这甘甜咸香的组合真是绝了。野之和夏子是从小就住在这个社区的青梅竹马，他们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是同校，一直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后来虽然上了不同的高中、大学和工作单位，也经历了和事实婚姻的伴侣的同居，还有并不长久的婚姻，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路。但到了50多岁，又搬回了老家同一个社区，经常能见到彼此。离了婚的野之跟父母和哥哥嫂嫂住一起，而从未结婚的夏子独自一人。现在野之在大学兼职教书，夏子是一名插画家，不过最近刚失业了，有时会在网上卖一点家里有的但是又用不上的东西，比如这个烤肉酱的钥匙扣。两人性格都很严谨和认真，生活习惯截然不同。野之做事有点粗心，不太爱整理打扫，家里因此比较乱。夏子的家始终整洁，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，用完的东西立刻整理好，总归放回原位，还得天天勤快的打扫。在收垃圾的前一晚，他总会提前把垃圾整理打包。晚饭后，他们俩会边喝咖啡边看会儿电视，然后就坐在阳台上，点个小灯，聊聊生活中的趣事，互相逗着玩，用友谊填补自己空洞的心灵。眼前这幢老旧的楼房里，已经有不少人搬走了，野之和夏子却慢慢的和这个住宅区一起变老。到了晚上9点多，野之悠闲的走回家，而夏子为了一睹韩国帅哥便利店兼职员工的风采，特地去便利店系个钥匙链。分手的那一刻，夏子突然问野之，大学里今天有啥事吗？毕竟他一直在牢骚，肯定不只是因为学校离家远这么简单。不管别人怎么说坏话，他心里清楚野之的好坏，所以他清楚野之有多好，完全不用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。野之也知道夏子表面看似没烦恼，其实很欣喜，能敏感的感知野之身上发生的事，然后故意说点傻话来鼓励他。每天夏子回家时，都会把买的蔬菜分给野之带回。晚上睡前，夏子会把野之白天说的有趣事画下来，画出属于他们的美好回忆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恢复了简单又开心的日子。夏子每天早上都会去附近的小店买紫菜包饭，这是老社区，邻居们彼此都很熟，有时碰到熟人还会帮忙一下。这次休息，夏子就带上野之帮附近熟悉的阿姨换纱窗，阿姨为了感谢，就唱了一首歌给他们听，还特地订了美味的披萨犒劳大家，最后也额外给了感谢费。原来两人以前在同一个幼儿园，现在那幼儿园要被拆了，没想到两人已经是认识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友了。要是能等到我们认识1整世纪那天，两人都已经是105岁高龄。野之几乎天天去夏子家玩，有时夏子也会去野之家串门。这一天，野之叫他过来，说找到了一箱哥哥的旧宝贝，想放网上卖掉。一打开，里面竟有坏狗狗的驾照，还有一台游戏机，还有一把吉他，也可以带走，看上去都挺有意思的。边聊边唱起了怀旧的歌。没事时，俩人还得去小广场锻炼，其实也没多认真，总爱八卦别人的事，最后被80多岁的爸爸训了一顿。终于到了休息时间，几个阿姨赶忙围过来，让他俩帮忙换纱窗。听说他们俩很擅长这个，果然是上次那位阿姨泄露的消息。虽然不愿意，但他们很快就接了6户要换纱窗的活。这时候，一个白发叔叔也走了过来，听说他们在线上卖一些闲置物品，整个小区的人都把那些老旧小物件交给了他们，好像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小区里的繁忙人物。夏子，我们是不是要来好运了？咱们俩一起做换纱窗的生意吧。接着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消息，野之哥哥那本压箱底40年的乐谱居然被卖掉了，还卖了高达2999日元呢。其他旧货也被人收走了，他们准备整理一下放网上卖，就算箱子上写着我真的会杀了你，他们也不放在心上了。阿姨那个旧暖水瓶居然卖了3000多日元，看来运气真的在向他们挥手。晚上他们聊到野之以前的作品，决定1日元起拍，加上540日元运费挂网上，等待有缘人把它买走。毕竟这说明还是有人想看这本书的。有人评这剧是2024年最治愈的日剧。2个50岁的女性都是单身且无子女，但每天都能一起喝下午茶或做点爱好的事。闺蜜野之和夏子都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前段时间他们帮忙修理了老人们的纱窗，很快就在小区赢得了好名声。现在不少邻居都来找他们帮忙，甚至给他们一些酬劳。对夏子来说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因为她正为没收入苦恼。野之是个大学兼职讲师，周末不用上课也是忙成一团，休息时间几乎没有。因为帮了很多家修纱窗，他们俩的手速变得越来越快，边聊天边干活，时间也不觉得太难熬了。只是有个事让他们很困惑，无论去哪家修纱窗，那家的主人总是给他们披萨吃。那天他们真不想再吃披萨，所以委婉地拒绝了。不过1000日元的小红包，他们还是接受了。两人忙完后，打算去咖啡馆吃烤薄饼。夏子手里有那的优惠券，却在路上发现一只小花猫，喵喵跑哪去了？
沿着小花猫跑的方向望去，两个人找到了修纱窗的阿姨。因为自己去咖啡店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打算和野之一起去享受下午茶。热铁板上抹点黄油，然后倒入搅拌好的面糊，底层定型后就翻面，这样煎出的非常软嫩。吃时表面再抹层黄油，淋上枫糖更美味，吃起来真的很幸福。明明家离这儿不远，上次阿姨来还是儿子小的时候。野之吃东西真快，喜欢的菜他总能迅速吃完。这时夏子的手机响了，有人想在二手网站上买他的乐谱，出价竟是9886日元。靠这笔交易，夏子挣了不少。那就再来一份烤薄饼吧，反正夏子请客嘛。野之的晚餐有地方搞定了，夏子准备做鲜笋焗饭给他吃。先把竹笋在锅里泡泡水，接着一层层剥去外皮，其实只有中间那点能吃，切成均匀的小片待用。接着准备一些油豆腐做配菜，泡好的米加点盐和酱油调味，然后把笋片和油豆腐都放进去，心里默念一定要好吃的咒语。现在可以开始点火了。哇，感觉挺好的。除了做了竹笋焖饭，夏子还特意煮了丸子汤，尝一口鲜美的笋焗饭，这味道真是鲜美极了。两人边吃饭边谈起生孩子的事，他们一个离婚未育，另一个至今未婚。想到这个年纪开始考虑生孩子，生孩子的时候肯定超痛苦，还不如不要孩子，自己过得更自在。他们饭后吃的甜点是每人半个芒果，味道甜而且没有丝。他们回忆起以前小区公园里到处都是孩子，他们小时候也在那跳过皮筋，男生则常在那打棒球，那时候感觉真热闹。但现在这里变成老人的天地了，再加上大家都不太愿意生孩子了，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已经变少了。这时候隔壁房间突然响起一个小女孩的尖叫，两人立马跑了过去，原来是房间里出现了蟑螂。小女孩叫她姐姐，她感到很高兴，野之因此也乐意帮忙消灭蟑螂，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夏子负责将这一幕画成漫画，将来老了回看还挺有意思的。下班后，野之像往常一样去夏子家吃饭，一开门就看到闺蜜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她说自己太累了，没劲做饭，就点个披萨吧。野之心里有数，可能会这样，所以特意带了超火的水果三明治，两人各自分了4小块，搭配咖啡吃也挺不错的晚餐。奶油与水果的完美融合真是太棒了，甜中带点微酸，简直停不下来。有时候他们还会邀请关系好的邻居小孩，大伙儿一起享用散寿司，还有孩子们爱吃的炸食，看起来真的很诱人。两个50多岁的单身女性也能过得不错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好友，不妨叫他一起来看看这部剧。这是2024年最暖心的日剧，两个50岁的女性单身且无子女，但她们每晚都能相聚共享晚餐，周末还能一起骑车去钓鱼。这个周末，野之和夏子约好骑行外出，他们要去的是一个熟悉的公园，小时候他们常在这里玩。今天专程来这个小池塘钓鱼，每人钓半小时，只要500日元。这段安静时间正好谈谈心。夏子前段时间在二手平台卖了不少东西，但最近1周这个 app 一次也没响，销售额变成0了。可是之前这周商品还在疯狂售出。野之叹息道，火热的日子总是很短暂，似乎所有事都这样，就像人生的过程。10几岁时还是花骨朵，20来岁花才盛开，以为30岁会更繁盛，结果不久就开始凋零了，剩下的就是余生了。今天一只鱼也没钓到，晚饭还是吃夏子做的，他做饭特别好吃。今天他做了手工饭团，搭配的是清炒蔬菜，蘑菇、芦笋和彩椒一起炒，都是非常健康的菜。我要开吃了，我要开吃了。之前那个二手网站卖的挺好的时候，两人还是奢侈的吃了鲜笋焗饭，最近确实入不敷出，伙食也明显寒酸了不少。夏子这个厨师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老是吃饭的野之似乎没察觉这一变化，他觉得什么都好吃，毕竟是别人做的饭，对他来说都是美味，这就是野之的想法。夏子做的任何料理都很美味，饭团里加了梅干和高菜，滋味非常平衡。但野之突然觉得自己最近的记忆力似乎退化了，他担心自己这个年纪就可能患上阿尔茨海默症。为了检验他，夏子问他昨晚吃了些什么，野之只记得是在夏子家吃的，但是他完全想不起吃了啥。不过他坚信那餐一定很美味。夏子安慰他，如果只忘了吃的东西，那就是健忘，但要是连吃饭都忘了，那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。这时夏子提起以前的男同学，春日部搬回小区了，他可是野之的初恋，他当年为他做过巧克力，还织了毛衣。夏子建议他去见春日部一次，但他总是说不想去。结果有一天夏子出门扔垃圾，却看到鬼鬼祟祟的野之，明明只有下午有课，他一大早就打扮得整整齐齐要出门，真是太奇怪了。经夏子一问，野之只好说自己50岁那年被邀请去参加高中同学会，但因为其他同学已经是大公司老板或律师了，自己却只是大学里的兼职讲师，所以他最终选择不去。不过他还是收到了聚会合影，看到照片时真是大吃一惊，曾经帅气的男同学们现在都改头换面了，他曾交往的一个男生竟变得认不出来。正是这个原因，他不敢去参加聚会。他俩正聊着呢，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他是春日部，虽然比以前老了点，但还挺帅的。他俩小声嘀咕，真是个奇迹。
春日部邀请他俩上楼，他和他妈妈现在住一起，虽然好多年没见，但他妈妈还记得野之和夏子，只是偶尔把他们当成上学的小孩，有时甚至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来。看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他们认为春日部的妈妈整天待家里一定很无趣，于是让小区活跃的阿姨去陪他聊天。现在小区里大部分是老人，大家都觉得应该互相帮助，有困难就相互支持。他们来探望你妈妈，但我其实没啥问题哦，腿稍微有点痛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表面上说是看你，其实是来吃饭的。阿姨做了紫菜包饭，其他人带了水果、饭团，还有炖菜、沙拉和炸鸡，每个都特别诱人。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唱歌，真是开心的时光。春日部真的很感激大家的帮忙。他说起之前总是觉得妈妈太充满活力，有些烦，但现在看到亲人渐老，心里觉得挺难过的。几天后，春日部突然给大家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在睡觉时，妈妈一个人出门了。以前他如果没有轮椅或者辅助，是无法移动的，大家只能到车站和商店街的各处去找。可是找了2小时后，天都黑了，他们还是没找到他。结果大家聚在街边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便利店收银员小颖把春日部的妈妈带来了。小颖说，老人在他公寓外摔倒，还好没受伤，但没想到春日部的妈妈竟把小颖当成了她丈夫。其实他走丢已是家常便饭，因此春日部的妻子渐感疲惫，后来想把他送到养老院，但儿子春日部舍不得让妈妈离开，这才陪着妈妈一起回到小区里来。确实回来之后，他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下来呢。有人来看他时，他笑得特别开心。为了照顾妈妈，他在公司提前退休了，这时还差点让他和妻子离婚。但提前退休确实让他轻松了不少。过了50岁后，他意识到自己的极限，有机会稍作休息也不错。几个老友聚在一起回忆学生时光，春日部聊起自己暗恋野之3年的事，夏子却说当年野之给他巧克力，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忆。事实是春日部跟野之分手了，但他对此却完全没有记忆。这时野之揭开了真相，原来他曾让夏子帮忙制作告白用的巧克力，但做好后他因为巧克力太美味就自己吃掉了，自己一个接一个吃完了，没有留给春日部。他对夏子隐瞒了整整40年。几周后，春日部决定把妈妈送到附近的疗养院，大家都默默看着车子离去。今天夏子网购的面膜到货了，这是来自韩国的高端护肤品牌，一盒4片，价值3200日元。夏子之所以愿意花费这笔钱，是因为他希望肌肤能恢复青春活力，或许这样就能吸引便利店那位韩国小伙子的目光。两人敷着面膜，并肩靠在沙发上闲聊，时间在此刻显得格外宜人。这时夏子提议，既然面膜需要敷2小时，不如放一部张国荣的电影来观看。他们年轻时可是张国荣的忠实粉丝，他在日本的演唱会他们也未曾错过。尽管过去非常喜欢，但现在一到时间他们就困得不行，两人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突然一阵铃声将他们吵醒，难道是火灾警报，还是小偷闯入？现在播报一条紧急通知，8号楼发生火灾。他们甚至来不及摘下面膜，就决定先下楼避难。下楼后，他们看到人群中站着一个男人，男人一直在鞠躬道歉。原来他误将烤箱的烟雾当作火灾，错误地按下了紧急按钮，烤箱里原本精心准备的烤鸡也变成了焦炭。那个8号楼的男人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吗？并不是，好像是去年他租了那间房子并搬了进来。从那天起，这个火灾男就经常出现在夏子和野之的视线中，他总是带着悲伤的眼神看着他们，但偶尔也会露出微笑。说到那个火灾男，你不觉得他有点可怕吗？哪里可怕？毕竟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两人坐起身来，果然又看到了那个火灾男。这次他甚至主动上前打招呼，询问是否可以加入野之和夏子的谈话。他还特意带来了一些马卡龙，这些是在银座需要排长队才能买到的昂贵甜点。他说他有事想要请教他们。不久前与他同住的人突然离开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只留下了一条信息。火灾男之所以来询问夏子和野之，是因为他觉得他们能理解他的感受。他还邀请他们去他家，这样他可以慢慢讲述事情的经过。第二天上午11点，夏子特意去找野之，发现他居然还没起床。夏子在手机上找到了火灾男的账号，里面的照片显示他住的房间非常豪华，完全不像他们小区的房子。夏子很想亲眼看看那个房间，于是说服野之陪他一起去。火灾男为他们沏了茶，他们则带来了之前品尝过的水果三明治作为礼物。其实那天我突然收到了这条消息，出于某种原因我必须回乡下了，抱歉，请不要找我。我爱你。火灾男说收到短信的那天就是他误触紧急铃的那天，那天本是他们的交往纪念日。野之不理解，如果还那么留恋对方，为什么不尝试再次联系呢？他不是没有试过，但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拉黑了。终究不能一起走到最后的人，就不是能一起走到最后的人。夏子和野之都觉得火灾男可能一开始就选错了恋爱对象，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忘记这个人，然后找到真正对的那个人就可以了。火灾男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什么不对劲，原来他一直忘记告诉野之和夏子，
他的恋人也是男性。当然，他也误以为野之和夏子是一对恋人。很长时间过去了，火灾男对那个逃离的恋人仍然念念不忘。于是野之和夏子带着优惠券，邀请他一起去常去的咖啡店品尝烤薄饼。咖啡店里今天特别热闹，野之的妈妈和小区里的阿姨也在。于是大家围坐一桌，热情地和火灾男聊天。他说他一生都是你瞒我瞒的生活，所以即便是有真话也很难说出来。他今天想要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。野之的妈妈建议他下定决心，去和对方最后见一面。根据他年轻时的经验，或许会和好，也可能就会彻底死心。他听从了这番建议，去了乡下，但最终还是被甩了。虽然结局是这样，但他还是很感谢大家能听他倾诉，给他建议。于是他去社区中心当上了插花老师。除了正常的花艺师工作以外，他的生活变得更充实，也更有了融入小区的感觉。这天他送了野之和夏子2束花，说这是根据他们的形象特别制作的。虽然已经50多岁了，但他们收到鲜花还是会觉得心里小鹿乱撞。就这样一边欣赏鲜花一边享受下午茶，似乎也很不错。转眼已经到了7月，因为大学放暑假，野之的兼职也结束了，所以他整天都待在夏子的家里。这天气热的让人不想动弹，可明明已经开了空调，为什么还是这么热呢？夏子站起身，用手感受了一下，出风口一点风都没有。他用遥控器按了好几下，才终于感受到了凉风。看来这老房子里的老空调寿命也差不多了。相比于他们慵懒的样子，小区里其他的住户似乎不太一样。小区夏季最大的活动就是昔日野夏日祭典，所有人都在为此忙碌。有时候隔壁楼的小女孩春菜也会来和他们聊聊天，这时夏子就会给大家做刨冰吃。虽然已经50多岁了，但野之还是很喜欢吃甜食。他对刨冰上的糖浆情有独钟，不论是草莓还是蜜瓜口味都想尝试。实际上，这次邀请春菜来，是因为有件事想要讨论。他们已经多次参与夏日祭典的表演，小区居民对他们的期待值很高。今年他们将面对的是拥有众多老年男性支持者的福田女士，因此他们计划带上春菜一起登台，希望能为节目增添新鲜感。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实在太大，熟知的歌曲年代也相去甚远。这时野之的哥哥敲门求助，希望他们能帮忙解决一个问题。于是他们一同前往了那对小夫妻的家中。祥太和沙耶香是通过野之哥哥的介绍租住在这里的，但邻居抱怨他们家过于吵闹，早有人投诉过他们家孩子的脚步声扰民。他们甚至在地板和墙壁上安装了隔音板，即便如此，邻居仍旧觉得吵闹，还对沙耶香的着装说3道4。我只是回应了几句，对方却怒气冲冲地加倍反击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这位爱抱怨的邻居并不住在他们的楼里。祥太也因为妻子和邻居的争执而生气，他认为邻居对沙耶香的指责完全是因为沙耶香的穿着问题，背心配短裤又有何不妥？穿什么本是沙耶香的自由。祥太怀疑那位邻居老头频繁投诉，实则是为了偷看沙耶香。如果你有任何担忧或困扰，可以找我们聊聊。我们看来女孩子确实更懂得欣赏女孩子。那些男人对沙耶香的穿着指指点点，但夏子和野之却觉得她的腿既长又美。自从接手沙耶香家的事情，野之和夏子每周3天都要听沙耶香倾诉，她总是因为垃圾处理或噪音问题来抱怨。为了让她少说几句，夏子甚至拿出自制的抹茶糖浆，为她制作了1大碗抹茶红豆刨冰。对于小区居民对沙耶香的闲言碎语，夏子和野之告诉她，她年轻，身材好，长得漂亮，根本无需在意他人言论，只要保持自我，让别人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就足够了。夏子回忆起自己曾因打扮过于张扬而搬离小区，那时她每个指甲都涂着不同颜色，头发还是爆炸头。小区居民也曾对她评头论足，野之也提到自己因离婚而被人轻视，甚至有人因她上过大学而对她不满。中午大家围坐一桌享用凉面，聊天中才得知沙耶香的母亲比野之和夏子还年轻，但精神状态却年轻得多。尽管如此，每次安抚沙耶香后，夏子和野之都感到疲惫。夏子缓解疲劳的方法便是去便利店欣赏帅气收银员。第2天，沙耶香慌张地跑来夏子家，他告诉夏子，祥太最近在买彩票，但他不小心扔掉了一张中了2亿日元的彩票，垃圾车已经开走，他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区阿姨们的力量不容小觑，他们迅速动员所有老人一起寻找，最终还是那位投诉沙耶香家吵闹的邻居帮助拦下了垃圾车。之后大家在小区广场上一起翻找垃圾，幸运的是彩票终于被找到。为什么会记错我的生日？原来祥太的这张彩票是用沙耶香和2个孩子的生日买的。沙耶香的生日是10月21日，他却选了10月12日。如果选的是21日，我们就能拿到2亿日元了。比起未中奖，沙耶香更气的是小区老人为了这张彩票如此辛苦，因此他们夫妻俩只能带着孩子和礼物逐家逐户的道歉。毕竟孩子们用可爱的声音道歉，老人们也会心软。夏日祭典的日子很快到来，附近小区的居民也来参与。卡拉 OK 歌合战开始了，福田女士的歌唱实力令人赞叹，她一开唱就有粉丝为她加油。接下来是夏子他们的表演，除了春菜，他们还邀请了便利店的小哥，
为了舞台上的表演，春菜每天都在家勤奋练习。一曲歌舞结束，两人感到精疲力尽。这种时候一起去一趟澡堂就最爽了。两位50岁的女性如何度过不婚无子的生活呢？最近夏子注意到野之的抱怨越来越多，比如在锻炼时汗流不止，她觉得自己一旦开始出汗就停不下来，可能是因为更年期的到来，甚至别人看她流汗的样子也会让她感到莫名的烦躁。小区里的阿姨们告诉他们，只要每天过得开心，更年期就会很快过去，而且恋爱可以刺激荷尔蒙分泌，也会让身体感觉更好。这时夏子收到了一条邻居女孩小春菜的爸爸发来的信息，说有事情想和她谈一谈。没想到阿姨们却很兴奋，觉得他们很般配，可以撮合在一起。夏子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喜欢强行把人凑在一起。野之也有自己的烦恼，前夫突然给他打了一通留言电话，说想和他联系一下。野之当然不想回电话，就当作没收到这条消息。虽然这么说，但只要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烦躁。第二天，野之要送父亲去医院检查，所以夏子只能独自去咖啡厅和小春菜的爸爸见面。哇，原来还有这家店，我都不知道呢。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，坐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话题可聊。夏子紧张的只能一直喝冰水。那个你之前说的有事情想和我谈谈，指的是什么？原来小春菜的爸爸担心的是，小春菜已经10岁了，可能已经进入青春期，但他作为单身爸爸，不知道如何和小春菜谈论生理期等事情。而且最近小春菜对他的态度也有些冷淡，他想请夏子帮忙买一些生理用品，然后再和小春菜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。从医院回来的野之情绪低落，今天不去夏子家吃饭了，晚上还主动提出要给父母做顿晚饭，之后便坐在房间里翻看小学时获得的那些荣誉。夏子久违的独自吃了晚饭，但缺少了对面的人就没了干劲。晚上他上网查找了很多资料，然后熬了好几个晚上，通过画画的方式制作了一本关于生理期的小册子。对孩子来说，这样的方式肯定比直接说更能听得进去。他们为小春菜准备了气泡水，还有冰镇西瓜。小春菜看了夏子画的册子，夸他画得很可爱，容易理解。虽然他已经对生理期做好了准备，但还是希望生理期永远不要来，毕竟听说会肚子痛，很难受。我们得好好的和这个东西相处，然后开心的活下去。送走小春菜后，野之和夏子来到小广场边聊天。野之说自己是13岁那年来的生理期，成年后他每个月都做好了准备生孩子，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生，反而还在遭受更年期的痛苦。最近陪父亲去了一趟医院，甚至有了一种犯了不孝之罪的感觉。最近他考虑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去和前夫见一面比较好，毕竟对方也是曾经和他结过婚的人，趁着还能见面的时候见一面也很有意义。这一天他独自去和前夫见面，他的妈妈却非常着急地找到夏子。最近野之的行为有些反常，他不仅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桌上还放着一份乳腺癌检查报告。难道野之真的生病了吗？晚上夏子特意泡了茶，准备和野之好好谈谈。野之说今天和前夫发生了争执，对方说什么都让他感到非常生气，他们已经20年没有联系了，对方却突然出现说想和他重新开始。最让他无奈的是，尽管和他吵架了，最后还是从他那里接到了一份工作。他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年纪这么大了，担心自己在世界上留不下什么痕迹。很快野之的检查结果就出来了，夏子决定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要为他准备一顿美味的饭菜。此时野之正在医院等待结果，夏子的任务就是为这位好朋友做饭，毕竟这是他能为野之做的唯一事情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我还在想，如果结果不好，我们该怎样面对呢？真是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夏子，你怎么哭了？不要这样啊！今天夏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有梅子沙丁鱼、苦瓜和山药，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为小春菜准备了礼物，是粉色的背心和打底裤，以及一小袋卫生巾。他们在这个小区的生活，不仅仅是感受这里的日常，更是在为周围的人带来温暖。如果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岁，那么未来的32年，她们也想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两个55岁的女人，完全不受社会常规束缚，不结婚也不生孩子，只享受和闺蜜一起的幸福生活。虽然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很快乐，但偶尔也会因小事争吵。这次是因为参加一个当红插画师朋友的个展而起。大约1周前，野之打扮得很漂亮，来叫夏子一起去中泽先生的展览。但夏子看起来还没睡醒，说她整夜没睡，结果那天去看展览的计划就泡汤了。可第二天野之才知道，夏子熬夜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为了玩。他花了一整晚用手机软件编曲。野之建议第二天去看展览，因为他第二天上午只有1节课，而且工作日不堵车，他开车夏子也不会难受。毕竟夏子从小就很晕车。半路上夏子去商场上厕所，却很久没回来。原来商场有小丑表演，他看得入迷忘了时间，最后还拿了个气球回家。野之有点生气，觉得夏子最近有点过分，如果把这些浪费的时间加起来，都能画一本绘本了。但野之把这些话和夏子说后，夏子好像完全听不出其中的意思。长期相处下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方先示弱，另一方就得伸出援手的潜规则。去逛展览前，两人先去了街边的水果店，店里还有很火的水果三明治。
之后又去了卖小零食的店，那种猪仔拉面只要45日元，所以野之买了很多，把这些零食放到车上后，两人就提着果篮去展览大厅了。一进门就看到了被很多女士围着的中泽先生，为了感谢他们，中泽邀请他们参观后一起去咖啡厅聊天。这个人今天特别有干劲呢，毕竟他从以前起就是中泽先生的粉丝呢。夏子，你在说什么？夏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那天本来打算去看个展的，他还特意穿了裙子呢。夏子把野之对这次个展的重视，穿了比平时更正式的西装，还有刚才对着车窗整理自己的事，全都说了出来。虽然在店里野之没表现出来，但回去的路上他真的很生气。夏子，你总是这么任性啊？是吗？你总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夏子没有否认野之的话，而且他也听不进去野之的说教。之后两人就开始不再说话了。在夏子看来，他们每次吵架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但实际上只有他不知道具体原因。一个人吃饭也没搞得太正式。夏子打算用冰箱里的食材凑合，他把冰箱里剩下的食材都整理了一遍，然后列了一份1周的食谱，其中有1天的零食，还特别写上了野之买的猪仔拉面。无聊的时候他就去便利店逛逛，看看养眼的瘾君，然后买个面包回家做成金枪鱼三明治吃，配上一杯果汁，坐在阳台上坐一会儿也挺悠闲的。这天夏子从小区阿姨那里听说住宅可能要重建了，这次是大开发商在操作，而且想住进新公寓的人还挺多的。这天晚上夏子的晚餐是金枪鱼，用淡口酱油泡一下，然后冷藏，接着在热米饭上铺上海苔，再加上金枪鱼、芝麻和紫苏，很好吃。虽然东西很好吃，但野之一直没来，让他感觉很寂寞。很多天后，野之捧着一束花出现了，他们要一起去小区里一户姓结成的人家。看来这次的吵架就到此结束了。这家原本有个叫小空的女孩子，和野之、夏子从幼儿园就是好朋友，关系非常亲密，但上小学时就因癌症去世了，所以他们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来祭拜小空。可能是小空看到他们吵架了，所以趁机让他们好好聊了聊，才能恢复原来的闺蜜关系。今晚他们又要一起吃饭了。夏子做的菜不管做什么总是很好吃，萝卜去皮后磨成泥，然后和海带用味淋搅拌在一起，同时把平底锅烧热，在上面煎一点豆腐、香菇和青椒，最后淋上一点酱汁。这就是2个50岁单身没孩子的女人的一餐。他们2个相处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，基本都是夏子在厨房里做饭，野之就负责坐在餐桌边和他聊天。野之的爸爸是小区委员会的理事长，所以小区有什么事他都是最先知道的。最近小区有了重建的计划，虽然过去几十年里有过不少要重建的传闻，但这次应该是真的了，毕竟计划书都已经做好了。只不过要是重建的话，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事，所有住户都得先搬走，等房子建好了再回来。夏子可太讨厌这样折腾的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区里召开了关于重建的居民说明会，不过小区里最吵的东山先生没来，据说就是因为他的反对，好多次重建计划都被终止了。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东山先生拄着2根拐杖进来了，他一进来整个房间的气氛都不一样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夏子和野之被小区的阿姨们推着来到了咖啡厅，大家点了法式薄饼、甜甜圈之类的甜品，一起讨论到底要不要同意把房子重建。因为小区里的老人比较多，高层住户爬楼梯觉得非常困难，所以大家其实还挺向往能住上高档的电梯公寓的，但是大家都是靠养老金生活的，如果要额外自己掏钱重建的话，他们还是不愿意的。重建是可以的，但最好等我去世后再进行。听着阿姨们的讨论，夏子和野之也感到困惑，他们不确定大家是否真的同意重建，他们不想总是被叫去听阿姨们的抱怨。回到家后，夏子家聚集了小春菜的爸爸和沙耶香。野之和夏子不明白，明明小区有咨询台，为什么大家都找他们讨论重建的事？而且因为担心搬家麻烦，大家都把旧物送到夏子家，希望他帮忙在网上卖掉。就在那天，东山先生出事了，他在家晕倒，救援人员来时他已失去意识，但因为没有电梯，担架无法上楼，只能用布把他抬下来。独居真可怕。东山先生在救护车上恢复意识，却问夏子他们为何救他。对他来说，在这个小区孤独离世也无妨。他还从怀里掏出一份遗嘱，好在治疗后他的中暑有所缓解。但夏子和野之不敢看那份遗书。东山先生出院后，他们去拜访他，把遗书还给他，但他让野之转交给他父亲。野之的父亲打开后发现，这不是遗嘱，而是一份意见书。野之这才想起，东山先生是建筑系毕业，他所在的研究室曾参与小区设计。虽然他之前反对重建，但这次他不阻拦了，因为房子快60年了，老旧下去可能不安全。不过他有要求，建筑家曾强调大楼距和自然环境不能变，越来越喜欢这里了。看着小区的乐园，夏子和野之回忆起童年，他们曾在这里和小伙伴玩耍。如果这里被拆，挖掘机一来就全没了，但那些回忆也会消失吗？走过55年友情的两人，面对可能的分离，心情会如何呢？最近小区重建的号召让野之连做梦都是这事，他梦到大家匆忙搬走，时间定在月底，阿姨们东西多还没准备好。东山先生和反对者们堵在窗口，野之的妈妈也参与其中。梦中他还想扔手榴弹，最后被野之拦下。野之穿着水手服，拿着机关枪扫射。醒来后他觉得这梦很有趣，休息时讲给父母听，没想到妈妈突然晕倒，检查发现是脑梗塞，好在及时送医，没有大碍，但留下了后遗症。
右手右脚麻木，走路不灵活，需要康复训练。野之的哥哥在家安装了扶手，希望父母搬去他家住，因为这里没电梯，母亲上下楼不便。不管你怎么想，关键是你妻子怎么想。他说欢迎来住，他也担心妈妈，但如果父母搬去哥哥家，野之怎么办？他离婚后一直和父母住，他说可能去独居，但夏子建议两人一起租公寓，分担房租。野之觉得可以，但在考虑租房地点是大学附近还是哥哥家附近，因为他想照顾生病的妈妈。中午快到时，野之说要回家做饭，但夏子已准备好淡口味的便当，还有晚饭的炖菜，野之只需加热。便当里有饭团和玉子烧，足够野之和父母吃。妈妈说想一直住在这里，野之也有同感。尽管小区破旧不便，但他依然喜欢。可能因为这感情，他才会做那个梦。妈妈提这事，是想让野之帮他拒绝去儿子家。哥哥也和野之谈，说爸爸想给他买新公寓，设计遗产时希望哥哥让房给野之。这时野之才知道，爸爸推进重建，是担心他未来无处可住。夏子想想，他的母亲也立刻同意了重建，这应该也是出于对他的担忧吧。几天后，小区里那位充满活力的阿姨邀请野之和夏子一起去咖啡馆吃烤薄饼。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来吃了，所以想请大家把所有的优惠券都用完。吃完这顿饭后，他就要准备搬去千叶县的儿子家了。重建之后估计也不会回来了。其实他也很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毕竟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3年。但看到最近小区里老人们生病的样子，他很担心自己独居时，万一出事没人发现。小区里的大家为他举行了热闹的欢送会。再见了，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的哦。阿姨，你也要保重哦。随着小区的重建，大家的生活似乎都发生了变化。野之的兼职合同到期了，大学并没有打算和他续约。夏子的妈妈问他要不要去静冈住。没有这个住宅区后，小区里搬走的人越来越多，野之的妈妈也逐渐接受了要离开的事实。不过小春菜一家和沙耶香一家还在努力，说等小区重建后会买下一户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，夏子也决定去静冈生活了。对于两个55岁的女人来说，无论是否结婚、生子或工作，似乎都不影响他们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。夏天就在家里喝茶吃点心，冬天就躲在被褥里吃橘子看电视。转眼间，小区筹划重建已经1年了，但工程仍未动工。原来在大家接受了重建计划后，开发商突然撤退了，说不想接手这个项目了，因为小区离车站远，又在郊区，即使重建，房子可能也卖不出去。因为这件事，在小区委员会担任理事长的野之的父亲生了一场病，卧床发烧了整整10天，还得靠患有脑梗死的老伴照顾。原本他以为可以借此辞去理事长职务，但没找到继任者，又被大家推选连任，结果又多躺了10天。野之和夏子最近倒是挺清闲的，夏子一直是自由插画师，有活就画，没活就在二手平台卖东西赚钱。野之和大学的合同结束后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现在偶尔去超市收银打零工。变化很大的还有住在夏子隔壁的小春菜，他开始拍摄小区生活视频，发到网上后，粉丝从500涨到了4000。他拍的一条夏子和野之吃烤薄饼的视频火了，还带动了小区咖啡馆的生意，很多粉丝专门来打卡。老板太忙，烤薄饼时闪了腰，处理好的夏子就被请去帮忙，野之则帮忙给排队的人发号码。天气热，他还穿了带风扇的衣服。这天在排队的人群里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搬到千叶的左久间阿姨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实际上自从搬到儿子家住后，他总觉得身体疲惫。儿子家房子大，儿媳包办所有家务，但他还是觉得和儿子儿媳住不方便，很想搬回小区，但又觉得对不起儿子儿媳，只能抽空回来看看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野之的工作迎来了转机。东山先生递给他一封信。不可能吧？原来是东山先生托关系帮他找到了大学专职讲师的职位，这可不是以前的兼职工作，而是正式的职位。圣诞节那天，大家都聚在夏子家庆祝，沙耶香带来了水果和老家寄来的大米。回到小区的左久间阿姨买了草莓蛋糕，夏子则做了一大桌菜，还烤了一整只鸡。烤鸡的做法还是小区里的火灾男教的，只要不烤焦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就这样坐在暖桌旁，吃着美味的食物，毫无顾虑的聊天，真是太棒了。沙耶香的老公那天没能来参加聚会，因为他在家门口坐着。听说去年圣诞节第2天早上，他家门把手上挂了礼物，孩子们说是圣诞老人送的，这次特意让祥太在家看着。没想到圣诞老人竟是脾气不好的东山先生。那一晚发生了好多事。小春菜的账号粉丝超过了1万人，很多粉丝都说他们的小区很治愈。转眼间新年到了，夏子趁着百货商店关门前提前去购物，买了不少物美价廉的食材。左久间阿姨还专门给他们包了红包，看来不管多大年纪，在阿姨眼里他们还是小孩子。跨年夜2个人一起吃了荞麦面，野之的那一晚还特意放了3只天妇罗炸虾。之后他们举行了专属2人的跨年演唱会，他们没喝多，只是家里电视坏了。住宅区的2人就这样结束了。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去看一下这部剧的完整版，真的非常治愈，真心推荐。